那年男朋友母亲病重，穷困潦倒，我却恶毒羞辱过后，头也不回地飞去英国找未婚夫。后来他成了炙手可热的富豪新贵，大张旗鼓地娶了我。周围的人都说我命好，可他们不知道，他为了报复我，带回了无数女人，在我们的婚床上缠绵悱恻，而我从来不哭不闹，只是默默记下他令我伤心的次数。他大概是忘记了，我曾说过，我会给他100次伤我心的机会，在那之后，我将永远地离开他。他也从不知道，在他拼命报复我的日子里，我每天都在倒数着，我还能活多久。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今天是和沈周结婚的1周年纪念日，我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菜，可在摆满菜的餐桌前，只有我一个人怔怔地看着桌子上的菜发呆。在时钟沉寂的转动间，时针的指向已经超过8点了。我和他的聊天界面却依旧停留在我5点半时发出去的那条消息：沈周，今天是结婚纪念日，你可以回家吃饭吗？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了后文，而往前是半月前他给我发的转账记录。我蜷缩起身体，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其实也说不上来有多难受，只是略微有些麻木后的疲倦感。毕竟我早已习惯了，不是吗？从1年前那场只为报复的婚姻开始，沈周已经无数次将我的感情和尊严统统肆意践踏到了泥土里。在结婚当晚，他便带回一个女人，在我们的婚床上翻云覆雨，缠绵悱恻。那晚上，我在客房听着声音，睁着眼睛发呆到了天亮。打那时起，我便清楚地明白，我们已经永远都无法回到从前了。沈周再也不是我曾经爱到骨子里的纯粹少年了。从此，我便自觉扮演好作为一个不哭不闹、安静摆设的角色，冷静地看着他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安静地在客房做自己的事，乖乖地给他带回家的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腾出空间。这1年经历的事，已经让我再也提不起丝毫多余的愤怒和嫉妒。我迟钝地看着时间，来到了8点半，突然想起来，某个人可能会知道沈周的行踪。打开手机，点进了乔如雪的朋友圈，果然又是一条没有评论的动态，又是和亲爱男朋友看电影的一天。下面附了张2个人十指紧扣的图片。我看着上面那双属于男性的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心里反而有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那是沈周的手，他的手背上有个浅浅的疤痕，是我留下的。那时我们刚正在一起。某次吵架过程中，我一气之下狠狠地咬上了他的手。彼时我在爸妈的宠爱下，还是天真气盛大小姐性格，心下委屈之际，甚至不知轻重到直接咬下来了一大块皮。所以嘴里充斥着血腥味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掉了，不知所措间，眼泪不自觉地一大颗一大颗往下掉。我心想，完了，沈周肯定要无比生气了，他一定会和我分手的。在后悔、愧疚和害怕交织的情绪中，我没忍住扁着嘴嚎啕大哭起来。可下一秒，我却被拉入了一个宽厚而坚实的怀抱。小傻瓜意意，我被咬了都没哭，你哭什么？他低头用没受伤的手小心翼翼地帮我擦着眼泪。我跟你道歉，我不该惹你生气，都是我的不好。现在意意咬也咬了，可以原谅你那坏蛋男朋友了吗？那时还是少年的沈周顾不上包扎，就那么温声细语地哄了许久哭泣的我，然后一点点地将我所有的难过和不安尽数抚平。
我边抽着气边用模糊的眼睛打量着沈周，将这个轻笑着对我说：“这样他就有了一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印记的少年的脸，一点一点深深的难以磨灭地刻在了心间。可现在，沈周用这双曾经说着上面是我独有印记的手，去紧紧地握住了另一个女孩，与她十指相扣着逛街、吃饭、看电影，甚至握着她的手，去沉沦着水乳交融，做着一切情侣间的最亲密的事情。我知我不该难过，可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鲜活跳动的心依旧不受控制地收缩着。我忍着心脏下意识压抑的反应，冷静地继续往下翻。在这几个月里，乔如雪的朋友圈隔2-3天便会发一条秀恩爱的朋友圈，基本都没有任何人评论。我想起他加我那天莫名其妙的话，明白了，这大概是专门仅我可见的炫耀和刺激。我看得分明，这个在沈周身边待得最长的女子，在他心里似乎是有着某种特殊的地位。从前，他是爱带女人回家，可只是把她们当成消遣一般的小玩意，或者说羞辱我的工具。可这几个月来，他为了乔如雪，开始慢慢不着家，甚至开始逐渐不再在乎对我的报复。他开始像当初宠溺我一般，事事关心在意着乔如雪生活的方方面面。沈周也曾亲口跟我说过，他的如雪那么天真开朗，那么温柔善良，而不在乎金钱名利，和我这样的女人完全不同。如今看来，确实不同。至于究竟这个善良而不在乎金钱名利的人是谁，其实已经不重要了。既然沈周认为是乔如雪，那便是乔如雪好了。我已经不想再去解释什么了。沈周爱谁，那女子是个怎么样的人，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了。我在上锁了的柜子里找出了那个他打工得到工资后第一时间送我的精致限量版卡通日记本，翻到最新的那页，我接着记上了今天沈周用掉的机会：10月13日晚，第96次结婚纪念日，做一桌菜未回，他与别的女人看电影。沈周，我说过的，我爱你爱到可以不顾一切，所以我会给你100次让我很伤心的机会。如果真的到了第100次，那么我将永远的离开你的世界。快了！我摸着上面那即将倒数到结尾的数字，对着自己喃喃道：真的快结束了。无论是我和沈周之间纠缠的一切，或者说我那倒数着接近尽头的生命，我疲倦地躺在沙发上半寐，直到胃部突然传来尖锐的刺痛和绞痛，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中午是吃2口就直接吐了出来，晚上是压根没有胃口吃。想起医生说必须认真的清淡是1日3餐，不然便有着当下立刻出现严重病症反应的可能。我不由得苦笑一声，刚想坐起来往胃里塞上点东西，结果疼痛开始突然的剧烈蔓延到整个腹部。我没忍住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那就像整个腹部都在被搅拌机切割粉碎的疼痛，令我瞬间便再次跌回了沙发中。那简直无法忍受的疼，令我整个人都下意识地蜷缩起来，牙齿紧紧地咬住嘴唇。不知觉中，血腥味开始在嘴中蔓延着。我甚至快要痛得失去意识时，握住手机，下意识拨打了第1位紧急联系人。铃声响了一会才接上，我颤抖着觉得似乎就那么过去了一辈子。沈周，求你快回来！迷糊的意识中，我听见了自己那破碎而卑微的声音：喂，你是谁呀？是找沈总吗？沈总现在没时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就行，我会告诉他的。电话那头响起一个温柔的有些刻意的女子声音，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艰难地挂断了电话。此刻的剧痛已经使我完全没有力气再去恨其他的什么，甚至是乔如雪，或者曾经发誓爱我护我一辈子的沈周。算了，已经不重要了，反正本来就是将死之人，何必再挣扎？已经够狼狈，够难过了，不如就这么离开吧。我的思绪凌乱地飘飞着，可脑中慢慢闪过的却是我那头发花白的爸爸妈妈，是远在英国的朋友周周，是学业和人生的导师艾琳，是我的那幅画作破茧。这世界除了沈周，还有无数个在意我的人，怎么可以就这么结束呢？我狠狠地往下唇咬去，血的甜腥味让我恢复了一点理智。我颤抖着打向第二位紧急联系人，啦啦啦！活泼的铃声响了不过2秒，便被迅速地接上。我挣扎着说出了意识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我在家，救我！”再次睁眼时，看到的是洁白的天花板，胃部剩余细细碎碎的刺痛提醒着我之前发生的一切。我往病床旁望去，果然是一张俊美却吊儿郎当的脸。哟，我们的纯爱战士江小姐醒了。怎么样？看到是我不是你心心念念的老公，是不是很失望？梁芷安用欠揍的语气嘲笑道：“你说什么呢？”一个白皙的手肘狠狠地捅了捅梁芷安的腹部。我顺着望过去，才发现梁芷安身旁站着一位高挑而优雅的长发女子，似是注意到我的视线。那女子转头看向我，微微一笑：“你好。”我叫林素清，你可以叫我青青，我是芷安的女朋友。你放心，我过来并非是为了跟你做宣誓主权之类莫名其妙的事。我相信你们之间的关系，也相信芷安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我望着林素清的眼睛，她的目光中带着些柔和的歉意和怜惜。我之前因为一些个人的好奇和对你作品的喜欢，缠着芷安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你的事，抱歉，可能有点侵犯了你的隐私。对于这点，你可以选择不原谅或者讨厌我。我出现在这里，只是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作品中的坚韧，那种深陷绝望依旧满怀着勇气和希望的不屈。我也很喜欢你这个人，你值得无数人的敬佩和热爱。所以他语气极轻，却坚定无比。我不明白你为何任由自己深陷泥潭之中，任由自己包裹充斥着难过和绝望，但我相信你终会如自己的作品一样，拥抱希望，破茧重生，对吗？我咬着唇，任由泪水滑落，久违的剧烈跳动的心脏在告诉我坚定的答案。这1年的屈辱和压抑使我险些迷失了自己，可哪怕已经麻木到了极致，我的内心依旧向往着灿烂的阳光和温暖的爱意。我爱沈周，可是我不能爱到没有了自己，我也不能因为爱他而放弃了爱那些爱着我的人。当然，我轻轻地说，这回答既是给林素清的，也是给我自己的。我当然会心中向阳，浴火而重生。这么说，你是答应我去英国了？我的天，你终于要答应了吗？自打医生下病危通知书，你已经拖延了多久了？旁边一直沉默充当背景板的梁芷安兴奋地问道：“我花你的钱去治疗，你这么高兴？”我终于开始清醒地整理自己的内心，略微地轻松了些，久违地开起玩笑来。花就花，反正你以后得打工还我钱，就你那作品的价格和市场，到时候我去偷几幅来卖，说不定还能倒赚。梁芷安无奈地说：“所以你什么时候动身？还有，大圣人江小姐什么时候才愿意告诉你那个没良心的老公这一切事实和真相？快了，这个月内，一切纠缠的孽缘都会结束。”我将视线投向辽阔而自由的窗外世界。还有，梁芷安，我要你帮我个忙，
梁芷安和林素清离开后，刚醒来没多久的我，再次疲惫地进入了梦乡。梦里，我似乎回到了当初那段鲜活而美好的岁月。最初的时候，听闻沈周的时候，我才不过初二，因为自打他转学到我的年级后，便已令第2名望尘莫及的成绩霸占了一学期的年级首位。而那时，我心中有的也不过是对大学霸的敬仰和好奇。直到初2下学期，我望着升旗台前坐着演讲的沈周，却被他通身沉着冷静的气质，以及那张冷漠却金贵的脸，晃得耳根都有些发烫。打小便在爸妈娇宠中的我，第一时间便唬得不行，直接去跟他笑嘻嘻的要联系方式。结果沈周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只留下一句我不谈恋爱，抱歉，便绕开我径直离去。我在原地羞红了脸，可与此同时，性格中的蛮横和任性却让我狠狠地磨了磨虎牙，暗自发誓一定要看到大学霸变脸。自那时起，我变成了沈周的小跟屁虫，一下课我便往他教室跑，一放学我便追着他，直到看到他回家。一周末放假，我便锲而不舍地制造偶遇。随着越来越了解，我对沈周从一开始的始于颜值和赌气，一步一步演变到了后来真正的倾心和喜欢。我喜欢沈周的冷静和理智，我喜欢沈周的礼貌和不经意的心软，我喜欢沈周的执着和上进，我喜欢沈周的骨气和棱角，我喜欢沈周深陷困境，却眼中、心中、灵魂中都是不屈的温柔爱意和不灭希望。我喜欢沈周，我喜欢沈周这个人，包括他的全部优秀和不堪。为了沈周借口的一句我不喜欢成绩不好的女生，我便在课上和回到家拼命地学习以前一看就头大的知识。为了能不着痕迹帮到沈周，我将自己存了多年数目可观的零花钱全部给了校长，央着他设立一个沈周一定能获得的奖项。为了沈周，我学着收起了自己的一点就爆的脾气和盛气凌人的骄傲。为了沈周能每天吃到早餐，我总是最早一个到学校，偷偷地将他爱吃的小笼包和豆浆放在他桌子中，留下一张买多了顺手放你这了，别浪费粮食的纸条。因为沈周的美好和优秀，我甚至慢慢的不敢再单方面打扰他。少年是天边一眼能望到的干净无瑕的月，我可以仰慕月亮，我可以倾心月光，我可以想尽办法将阻挡月亮的乌云拂去，可我怎能笑向将皎皎的月亮贪心地揽入怀呢？所以我不再纠缠沈周，只是在暗地里默默地尽我所能帮助他。我原以为我做的一切都将会是个保存很久很久的悄无声息的秘密，属于我的心甘情愿而甜蜜的秘密。直到某一天回家，那犹如我的月亮的少年突然恼怒地将我堵住。他说：“你怎么不来找我了？”我傻傻地愣在了原地，直到沈周一把将我拉入怀。又傻又胆小，他屈起手指敲了敲我的脑门。我才不傻，我整个人还晕乎乎的，只知道下意识地反驳。沈周狠狠地揉了揉我的头发，脸上是温柔而灿烂的笑，只敢暗地里做，却不敢当面跟我说就算了，还傻到以为我不知道。这不是傻是什么？小笨蛋，你都知道了。那现在，我反应迟钝的惊呼，下意识心虚的想蹦出他的怀抱，可沈周却更加用力地将我往怀里按。接着，头顶传来了他闷闷的紧张的声音：“现在，江晚意，我喜欢你，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后来，沈周将我宠到了骨子里，每天风雨无阻，绕了几10分钟的路送我回家。
每天提前赶到我小区门口等我一起上学，一起吃饭，将我不爱吃的菜全挑到自己碗中，只留我喜欢的菜给我。因为我的一句喜欢吃桃酥，自己钻研了许久，终于亲手做出了色香味俱全的桃酥。每次放假都做来投喂我，在我成为艺术生后，每天为我整理好各学科的知识，专门空出一定的学习时间教我。为了能在高2那年给我送个珍贵些的生日礼物，他周末和寒暑假没日没夜的打工。我看着消瘦的有些脱相的沈周，眼泪止不住的冒。我才不要什么珍贵礼物，我要你开开心心，快快乐乐。沈周却温柔地揽我入怀，小笨蛋意意，只要有你在，我就会永远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美梦中吵醒，半梦半醒间，我似乎听见了沈周那低沉而磁性的声音：江晚意，你在哪？听到这么冰冷的名字在沈周嘴中喊出，意识还沉浸在曾经的我，不由扁着嘴不高兴地回道：阿周，要叫我意意。耳边的声音沉默了几秒，才接着响起：江晚意，你又在。接着的话我听得不太分明，只是心间似乎突然有些干涩，还有点想吃他亲手做的桃酥，所以我轻声地呢喃了一句：阿周，想吃你做的桃酥了。然后已经握不住的手机便顺着我的手指滑落，清脆地掉在了地上。我的意识再次回归无边的黑暗，只是这次美好的曾经或许也因着残酷的现实再也不肯踏进我的梦中。这一次睡醒时天已经黑了，我看了眼时间，10月15日晚上7点半，心间微微有些惊讶。我还记得发病痛到昏迷那晚才只是13号，所以已经过去2天了。沈周有没有回到家发现我的消失？不过就算发现了，难道他还会因为我有什么反应吗？我自嘲地笑了笑，不抱任何希望地打开手机。可出乎意料的是，通讯录却有着10几个沈周的来电，除了最早时间的那个是几十秒的通话记录，其余的都是每隔半小时左右的未接来电。我正望着这一整夜的未接来电失神时，一个新的通话请求无声地弹了出来。在房间的一片寂静中，我定定地望着来电人沈周那2个字，足足5、6秒，才按下了接听键。江晚意，你到底在哪？沈周那带着暴躁的指责声在耳边炸响，我却只是冷静地说：沈周，你找我有事吗？沈周沉默了1秒，然后狠狠地冷笑一声：你他妈的江晚意，耍老子很好玩吗？为了你一句你要吃桃酥，我一大早去买材料，试了3次，终于是以前的味道。你现在问我找你有事吗？我为了等你回来，从早上到晚上打了10几个电话，你全部不接通，到现在还不见踪影，你还问我找你有事吗？你挺能啊，江晚意。沈周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愤怒，我甚至可以在其中听到一些隐藏着的不甘和疲倦。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我原以为梦中对沈周那要吃酥饼的撒娇，是真的在现实中上演。而沈周也为了我的一句话，甘愿再次亲手操作，还等了我1天。其实从这婚姻的开始，我便清楚地明白，沈周恨我，却也依旧深深爱着我。他的爱催化了他的恨，他的恨夹杂着他的爱。他在我一回国，便以母亲的医疗费为借口，让我跟他结婚，为的不过是他心中抹不去的愤恨和爱意上的不甘。他想折辱我，将我当初带给他的痛苦重现在我的身上。可与此同时，他如赌急眼的赌徒般，无论如何都要赢得我对他的爱意。他带各种女人回来羞辱我，
不过是想看我失态，看我嫉妒，看我伤心欲绝的大吵大闹。所以我越平静，他越想我服软。所以他带着乔如雪做我们曾经约定过的一切。所以在我不经意的柔和下来的瞬间，他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捉住。可是沈周当初无数次在我愿意服软，求你好好坐下来谈一场，将一切解释清楚的时候，是你自己冰冷地甩给我，你不配，你又想得到什么？你让我恶心这些话的呀。我无数次告诉自己，既然你还愿意与我结婚，那必然有一天会听我解释，总会有我们重新和好的那天。可是新婚当晚，你带给我的却是你与另一个女人的耳鬓厮磨、亲热缠绵。这般情况下，我是有多下贱，才能如你所愿，不要脸面的嫉妒到大吵大闹呢？我轻轻地叹息一声，在这场纠葛中，痛苦的又怎么只会是我呢？沈周，你等了我一天，可是我已经等了你1年了。我用最平静的话将刀子扎进他的心里。我们结婚纪念日，我以为你会回来的，然后我做好了一桌的菜，等了你1夜。可是我看到的只有你新任秘书刻意发出来给我看的和你十指相扣的照片。沈周愣了1秒，才半心虚半恼怒地说：江晚意，你一定要这么跟我说话吗？我那天没有看手机消息，不知道你在等我罢了。至于照片，不可能，如雪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我听后竟发现内心已起不了任何的波澜。我不想跟你吵，最近几天我都不会回家，你可以随意直接搬去你的如雪那里都可以。说完，我干脆地挂断了电话，然后拿起了摆在床头柜上的笔和白纸，记录下了2条消息。10月13日晚，第97次发病打电话给他，被别的女人接了并无事。10月15日晚，第98次告诉他小情人故意发照片刺激我，否认绝不可能。我将写下的部分撕下来，折叠起来，小心翼翼地夹进手机壳中。才刚挂断沈周的电话没多久，梁芷安便带着林素清推门而入。我手机是你静音的，我无奈地问，是我怎么了？梁芷安看着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你该夸我，沈周那个垃圾男人敢打一堆电话来，要不是轻轻劝我，我可不会只是静音那么简单，而是直接接通，直接劈头盖脸一顿礼貌问候他长辈中的女性。他听出你的声音还不得炸呀？本来他刚打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暴躁的不行了。我哭笑不得地说，什么？刚那龟孙子又打了一次？我 see 他安安的，那傻逼跟你说了什么？你不会又不去英国了吧？梁芷安当下便面目狰狞地嚷起来，那架势活脱脱我要是敢答个是字，他下一秒就要直接提刀去砍了沈周。没有，我哪有那么蠢？我白了他一眼，你不蠢谁蠢？明明自个受这么大委屈，硬是闭嘴不说，到了现在，你说你长张嘴用来干嘛？明明当初在林素清那威胁的目光中，梁芷安的声音逐渐变得微不可闻。我朝林素清微微一笑，表明我并不介意。我知道他是担心我想起曾经的事难过，可这有什么值得难过的呢？不过是每个人的选择罢了。曾经的种种，在沈周看来，是我在他母亲病重、家里穷困潦倒的时候，丢下一沓钱和恶毒无比的羞辱的话，无视他丢弃尊严的恳请和挽留，头也不回地奔向英国找家族定下的未婚夫，只为更舒适而富贵的生活。可是在我的世界中，那1年我家里巨变，不光破产，还面临父亲入狱的可能，到处求爷爷告奶奶，都无人愿意帮忙。是梁家以家中剩余未彻底清算的产业为筹码，
以要我去英国做梁芷安明面上的未婚妻的要求为家助，才让我那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家得以短暂而简单地将最表层缝合起来。而临走前给沈周的那笔钱，是在打点完一切后，父亲留给我出国生活的费用中的大部分。因为这笔钱，我在英国最开始那段时间甚至拮据到每餐只吃半个面包。也是因为这笔钱，沈周做出了他如今企业的地基和框架，所以我和沈周之间明明一直都互相纠缠，互相亏欠，可说到底，谁都没有对不起谁。我足足在医院养了5日，才被允许出院。我本预料着沈周不会在家，想回去将衣物拿上一些，然后回爸妈家待上一段时间。妈妈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差了，可她却只愿吃药，不愿住院，而距离上次医生说的时间已经很近了。我不想让自己只是陷在名为爱和沈周的怪圈中，所以在去英国前剩下的日子里，我想好好陪陪妈妈，陪陪身边的其他人。我本是这么想着的，可生活很多时候往往不愿遂人之愿。才走到小区门口，就有3、4个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一脸兴奋地围到我身边。请问沈夫人最近是准备和沈总离婚吗？请问沈夫人了解这位和沈总去挑戒指的人吗？沈总是否同你提过？沈夫人接下来准备怎么做？是给沈总和他的真爱腾位置吗？在嘈杂的提问声中，我终于大致弄明白了记者这如同闻到腥的鲨鱼姿态的原因。应该是最近2天，沈周直接带了某位女人高调出现首饰店挑选戒指。至于这位女人，很大概率是乔如雪。我冷静地分析出了这些内容，没有丝毫的难过和伤心。我甚至挨个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不知道是否离婚，这要看沈周。不过我感觉确实快了，具体是哪个人我不能确定，不过我或许是认识的。我故意将说出为真爱腾地方的女记者留到了最后，在周围记者都得到答案，心满意足地沉默下来之后，我定定地望着她。至于这位记者说的问题是否太饱含个人情绪了，我不等他反驳，微微冷笑一声。在这位记者眼中，刻意去破坏别人家庭的人，能被称为真爱是吗？我与沈周是合法夫妻，无论我们是否相爱，插入别人家庭的，就是知三当三。难道这位记者是在怂恿别人也去做出这样的行为，成为小三，去当某位丈夫的真爱吗？如果是这样，我万分期待你的先生也会遇上这么一位真爱，到时候你应该会大度地为这位真爱腾地方吧。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身后是那位女记者气急败坏的骂声，夹杂着拜金女、不要脸之类的词。我在心底为本子记上了第99笔。她高调与别的女子挑选戒指，使我难堪。快了，我隐忍地咬了咬嘴唇，很快我就能彻底跟沈周结束这一切了。我没有预料到这第100次机会来临的这么快，这么突然。我回到爸妈家的第3天，妈妈便突然有回光返照的趋势。我忍着泪水与妈妈聊天，只为让她能安心地度过最后一程时，可妈妈突然坚决地要求我将沈周喊来。爸妈也是看新闻的人，自然知道我和沈周闹得有多难堪，而妈妈此举不过是想趁着人生最后的时光，为我向沈周解释清楚当初的一切。她看不得自己的女儿那么苦，因为莫须有的仇恨而蹉跎一生。我拗不过她，跑去楼梯间打电话。这次电话响起了1秒便被接通，我哽咽着说：“沈周，你能不能来我爸妈家一趟？当我求你。”沈周迟疑了一会，
刚开口说了个我现在，那头便传来了乔如雪娇滴滴的声音：“阿周，我还是好痛呀，你去哪了？”沈周往那边应了一声，然后敷衍地朝我保证着：“江晚意，我现在还有事，明天我一定回去陪叔叔阿姨。”我没忍住哭出了细微的抽泣。沈周，我妈。可沈周急促地打断道：“好了，江晚意，先这样了，我忙。”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我蹲下身，无声地放肆地哭泣着，为我，为沈周，为爸妈，为曾经，为未来。留在我和沈周那个所谓地家的本子只是记到了96，可我心中的本子已经更新到100了。我即将送走爱我的妈妈，也即将送走我那与沈周纠缠不清的前半生。无论我是否还能活下去，至少我将去到一个没有了沈周的世界，那里江晚意将依旧满怀着不屈的勇敢和不灭的希望。在好好陪完妈妈最后一程后，我疲倦地回到了家里留给我的房间中，不大，却处处透着温馨和爱意。我将自己砸到床上，眼泪又是止不住地涌出，任由自己发泄了好一会，我才拨通了梁芷安的电话。梁芷安，帮我找个律师拟离婚协议。大概是听见了我沙哑的哭腔，梁芷安难得正经地轻声问道：“江晚意，你怎么了？”“我妈去世了。”我压抑着难受和崩溃，轻轻地说。梁芷安震惊到呼吸都变得急促而紊乱，半晌才沉重地说：“阿姨她节哀。江晚意，阿姨一定希望你过得好好的，你好好睡一觉。我叫人准备好离婚协议，就拿去给你。”接下来的日子，我麻木地跟着爸爸做了一系列关于妈妈的后事。妈妈与她原生家庭那边的关系很差，我和爸爸商量了一下，索性直接不通知。所以妈妈入殓和送行的时候，来的都是我们家出事后依旧保持有联系的亲朋好友，以及这里的一些街坊邻居。梁芷安也跟着替我忙前忙后，有些时候甚至林素清都跑来帮忙。可原本答应第2天来的沈周完全没有踪影，我也坚决不愿再去祈求班通知他过来。将一切忙完，已经是5天后了。我来不及休息，迫不及待地拿着梁芷安给我的离婚协议去沈周的公司找他。一进公司大门，前台负责接待的人就态度恭敬，可却神色怪异的将我迎上了沈周的办公室中。办公室装饰和摆件依旧是我熟悉的风格，但明显增添了某些属于女生的小巧物品。我环顾一圈，没有发现沈周的身影，刚想问人，一个熟悉的女人就快步走到我跟前。乔如雪温温柔柔的一笑，话里话外却都藏着尖锐的嘲讽：“江姐姐，你怎么来了呀？现在沈总在开会，他说了说，除了我有什么要紧事，其他什么都不能打扰他，只能委屈你等等了。不过你要是实在想立刻见到沈总，我可以帮你去问问，他愿不愿意现在就过来。”我平静地回答：“不用了，我在这等他。”乔如雪假惺惺的歉意一笑，然后留下一句：“那我先去陪沈总了。”就踩着高跟鞋扬长而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在房间中等待。我无聊地发呆了足足2个小时，才看到沈周的身影。“找我有事。”沈周淡淡地说完，似乎才突然想起了之前那施舍班答应我的事。他皱着眉说：“前几天太忙了，今天比较有空，我可以陪你回去。”“不用了。”我平静地说，“我是来找你签离婚协议的。”“你说离婚协议？”沈周不可置信地重复了一遍，脸再也保持不住那刻意装出的冷淡，甚至逐渐因为愤怒而变得狰狞。“江晚意，你要跟我离婚？为什么？你是不是又想重新和你那未婚夫梁芷安在一起？”“别傻了。”
人家有女朋友了，压根不喜欢你。”他咬牙切齿地说，声音失控的，甚至有些咆哮的意味。我轻轻的、疲惫地说：“不是他的原因。那你 TMD 又喜欢上了谁？你怎么这么下贱江晚意？还是说你是嫌我给的钱不够？我给你加3倍、5倍，你可别忘了，没有我给的钱，你妈妈各种药怎么得来？你这是要逼死你妈妈吗？你这……”极度的愤怒之下，沈周快速的怒吼着，甚至开始口不择言。沈周！我尖叫着地打断了他。沈周望着颤抖着崩溃的我，表情出现了些许的空白和茫然。沈周，我妈妈已经死了，离开了，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死死地咬着下唇，熟悉的血腥味再次蔓延，甚至能感受到温热的血液自嘴角快速的一路往下蔓延。我想我现在的样子大概是很丑恶狰狞的，因为沈周怔怔地望着我，表情是某种我太久没见过的无措。阿姨她去世了。沈周，我们放过彼此吧，将这错误的一切都结束。我只是这么疲倦地说，当初结婚的原因不过是因为妈妈的病，现在已经不需要了，我们又何苦这么折磨对方呢？结束吧，沈周。随着我的话，沈周的神色由不可置信的茫然，逐渐的变得痛苦和复杂，夹杂着后悔、不甘和悲伤。可他脆弱的闭上眼后，说出的话却依旧那么尖锐和锋利。你想都别想，江晚意，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同意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哪怕是永久的互相折磨，我也绝对不会放你离开。我听着这话，脑里一阵恍惚，隐约间似乎又回到了18岁的那个夜晚。沈周死死地抱住哭泣的我，声音沙哑地发誓着：意义，这辈子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你离开。那时沈周青涩而干净的脸与如今的他重合，他变了许多，却也好像什么都没变。至少他恨我之余，还是那么执着而疯狂地想拥有着我。可是沈周，你又为何能在爱着我、想拥有我的同时，不停地践踏我，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我？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和另一个女子你侬我侬呢？我无力再去争辩和质问什么，只想将这荒唐的一切结束。刚想开口，腹部却传来了久违的痛楚。这次发病的疼痛是那么剧烈而迅速，我甚至没来得及说什么，身体便支撑不住地倒下，意识完全回归黑暗的寂静前。我听见了沈周惊慌的喊声：江晚意，意，你怎么了？来人，快来人！再次醒来时，目光所至依旧是熟悉的医院。意，你醒了。旁边传来沈周疲惫而压抑的声音。我平静地望过去，沈周，你知道我的病了。意，为什么不告诉我？这本来是可以医治的，可以痊愈的，你可以不用死的。意，你怎么能死呢？我还没有。沈周将脸埋入手中，传出的声音沙哑无比，犹如被2块粗糙无比的砂石狠狠地摩擦而出，后面甚至压抑到了，像是在绝望的哭泣。可是我们互相折磨了1年，大概连他自己也已经不知道还没有后面的该会是什么。我已经太久没有听到过他喊我意，还有这般悲伤而脆弱地面对我了。可是沈周，已经迟了呀，我们都回不去了。沈周，你还记得吗？曾经我说过，我会给你100次伤我心的机会。我仰头不看他，只是那么轻轻地说：沈周，从我和你结婚起，我就在偷偷记着了。第95次，你将我妈妈为我求来的玉佩摔坏。第96次，你在我们结婚纪念日去陪别的女人。第97次，我发病打电话给你，你的乔秘书接通而故意无视我的祈求。第98次，
在医院，我跟你说，你的秘书有专门给我看的炫耀图片，你不信。第99次，你和你的秘书去挑选戒指，一群记者围着来让我难堪。第100次，妈妈临死前想跟你解释一切的，可是你不愿来。沈周，那是整整100次了。泪水自眼角滑落，我不悲伤，只是有些许的惆怅和遗憾。沈周，你看啊，你不是没有知道我病情的机会的，是你自己将关于我的事情当作垃圾，从来不屑一顾，不愿在意的。是你因为你的乔秘书或者其他的小情人，一次又一次置我于不顾的。所以呀，沈周，何必呢？我轻轻笑着，眼角的泪却怎么都停不下来。沈周，你发过誓的，你要是真的做了100件伤害我的事，你就遵循我的意愿，从我的世界离开。沈周，我真的累了，让我安静地走好吗？沈周抬起了头，双眼通红，身体颤抖。聂诺卓想说什么，可最终还是什么都说不出。阿周啊，把协议签了好吗？我没忍住用久远的曾经中那亲昵的语气说着，一如曾经央着要吃他做的桃酥般时的撒娇。不，依依，不。沈周颤抖着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完整的话都讲不出。沈周，你跟我出来！一旁一直充当背景板的梁芷安终于忍不住了，动作粗鲁的一手扯着沈周，一手拿起离婚协议走出了病房。后面他们谈了什么内容，我并没有去问，只知道梁芷安回来的时候，将签了歪歪扭扭沈周这2个字的离婚协议交给了我。第2天，沈周沉默地和我做完了一切离婚的流程。出来之后，在民政局门口，我定定地看了他好一会。他还是那么帅气，可我在他脸上看到的却全是长大后的复杂和陌生。我终于解脱了，我终于不用再爱他了，我终于可以将这张曾经给我带来过最大的幸福和最狠的伤痛的脸，一点点地从心里抹除。沈周，我不后悔爱过你，也不想恨你。我微笑着说，可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要爱你。我转过身去，胳膊抬起来挥了挥，再见，沈周，再见，我曾经最爱的人。过往皆为云烟，往后余生各自安好，再也不见。番外，沈周，我初一那一年，爸爸为了一个集团老总的女儿，想尽办法跟妈妈闹离婚，为此他甚至不惜将出轨、小三等各种脏污的罪名按在妈妈头上。妈妈受不了流言蜚语，险些自杀离世了。可是我发现的时候已经迟了，哪怕救了回来，依旧留下的严重的病根。我看着他那绝望的样子，无比痛恨自己的幼小而无用。后来，我偷偷联系上了外公外婆，2位老人第一时间搭了1夜的火车，将我和妈妈带回了家。安市和沪市之间有着接近2000公里，我的心也就这么从曾经的家漂泊了2000公里，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在这里，我只觉自己是这般的格格不入，除了用尽所有的精力去学习，让自己累到无法去想其他事情。我想不到其他的办法去压制心中随时要喷涌而出的空洞和痛苦，直到一个小小个头、爱扎个双马尾、名叫江晚意的女孩，那么肆无忌惮而热烈地照亮了我充满灰暗的内心。她总是叽叽喳喳地围在我身边，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她每天偷偷跟着我回家，以各种名义送文具和生活用品给我，暗地里给我早餐，拿零花钱来给我当所谓的学校奖励。为了照顾我的自尊，这些他从来都是默默地做。他不知道，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他也不知道。他的笑容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璀璨，让我的贪念如同夏日里疯长的荆棘，将我的心
完全的包裹缠绕，甚至渴望到产生痛意。可就在我正焦急等着这小傻子什么时候才敢同我表明心意的时候，他忽然开始疏远我。他不知道，在他不往我身边凑后，我每天看到他和别的人说笑，心中有多么的愤怒。我拼命告诉自己慢慢来，被吓着他。可在一次放学时，我看到他和别的男生打闹，脑中一直绷紧的那根理智的弦终于啪的一声断了。我不管不顾地将他拉入怀，低低地发出了一丝满足的喟叹，心底那长久以来的空虚在这一瞬终于被填满。然后我听见了自己那闷闷的紧张的声音，带着恐慌听到否定答案的颤抖。现在，江晚意，我喜欢你，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幸好我的意义果然和我一样，都是那么喜欢甚至爱着对方。之后的日子是我年少时期最美好的岁月。为了我的意义，我可以学着做饭和糕点，我可以不厌其烦地跟他反复讲那些我曾经最不屑一顾的题，我可以每天浪费许多的时间送他回家陪他上学，我可以一天打3份工只为买他喜欢的礼物。为了我的意义，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可是即使我这么的爱意义，他依旧在我妈妈重病即将离世，那个名为父亲的人欠下一屁股债来我家闹着要钱的时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我永远记得他说，沈周，我已经倦了，我不想和你再过这样的穷日子了，你根本配不上我。然后施舍般丢下钱时，脸上是面无表情的冷漠。我也永远记得我下跪着求他不要走时是多么的卑微和绝望。我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了2天，最后妈妈的哭声和外公的巴掌将我留在了这个世界。自那时起，我再也不愿去爱一个人，或者说我的心太小，只够装下对江晚意的爱和恨。拿着江晚意丢给我的钱，我逐渐成为了一名所谓的富豪新贵，可我的心还是那么的空洞，就像完好皮囊下腐烂的脓包，一直源源不断地给我带来痛苦和麻木。直到我得知江晚意回国，他曾经的那个未婚夫梁芷安还宣布了自己有位新的未婚妻女朋友，说不上来是兴奋或者悲伤。我第一时间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江晚意，我看着他多年未见甚至更为明亮的双眼，心中是满满的不甘和嫉妒。所以为了羞辱他，我用他母亲病情所要承担的钱为借口，提出要他当我摆设上的新娘。他似乎真的很缺钱，干脆地答应下来。那之后，我便忍不住接近他，边想尽办法羞辱他。新婚当晚，我灌了许多的酒，在一帮兄弟为我不值的声音中，我冲动地将一个女人带回了家。其实第2天醒来的时候，我明明心中充斥的都是愧疚和后悔，但一看到江晚意那平静的表情，我却没忍住愤怒地对她嘲讽着。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似乎还爱着江晚意，可我怎么能爱上这么一个人呢？我只应该恨他，对，他只配我的仇恨。我一次又一次的这么跟自己说，也因为这样，我无数次的伤了我真正爱着的意义的心。所以江晚意失望的要又一次离开我，这次是永久的离开。我哭着说不出话，不愿签下离婚协议时，我无比憎恶的梁芷安将我拽了出去。他告诉了我当年所有的真相，所以我的意义从来都没有嫌弃或者看不上我，所以我的意义在当年将自己能给的都给了我，所以我的意义甚至一直走在以自己心爱作品卖出的钱来默默为我铺路，所以我的意义其实并不缺自己妈妈的医疗费，答应做我新娘不过是想和我重新开始。所以我又做了什么？
我整个人呆在了原地，脑子混乱得如浆糊一般，甚至什么时候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名，梁芷安又是什么时候离开，都浑浑噩噩不记得。那晚回去，我睁着眼到了天亮。第二天，我失魂落魄地完成了和意义的离婚过程。我无数次想开口，祈求意义的原谅，祈求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可每每看着意义那再次明亮起来的眼睛，我就无法开口。在民政局门口，意义最后对我说了句再见。沈周，阳光照在了意义的背影上，他身上是我结婚后从未看见过的鲜活而璀璨的生机，一如很久很久前的曾经。那时候我便明白，意义是真的放下了。之后我按部就班地做着自己的事，只是在全安市风沙了乔如雪。我原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终将像意义一般走出那窒息的过去，可现实却并不如我所愿，愧疚和后悔时时刻刻缠绕着我。一开始，我频繁地梦见意义，梦中他总是温柔灿烂地对我着笑，跟我撒娇要吃桃酥。后来，我开始整宿地睡不着，清醒间脑子中满满都是我们美好的曾经，还有我对他做过的那些无法弥补的伤害。再后来，我开始能看到意义的身影，听到他跟我说话，我已经分不清那是否是真实的，或者说，我根本不想去分清。没有意义的世界太过于冰冷和灰暗了。我相信，我的意义总有一天他会原谅我。周围的人都说我疯了，我不由愤怒地对他们破口大骂，他们才疯了，他们就是想拆散我和意义。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女人，莫名其妙而恶毒地跑来诅咒说我的意义已经死了。我没忍住生气地将她推下楼，她才死了，她全家死绝了，我的意义都不可能死。我的意义还没有原谅我，跟我重新开始，怎么可能死了呢？后来有一天，我的意义终于真的回来了。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辜负意义。我要和他活在一个隐蔽的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再也不分开。番外江晚意，嘿嘿江江，我跟你说，我最近认识的小哥哥可帅了，找个机会约他出来，让你饱饱眼福。我偷偷瞄了一眼旁边正使劲瞪着我们的雨成，暗示般捅了捅周周。怎么了江江，你打我干嘛？周周完全没有领会到我的意思，大咧咧地说完，就想接着跟我介绍帅气小哥哥。就在雨成快要忍不住动手将周周丢出屋子时，门铃突然地响了。周周，开门去！我连忙指使周周离开雨成的视线，然后凑过去，在使劲吃着飞醋的男人脸上落下了一个吻。好了，别生气了，不能丢周周了，待会他就跟我冷战。我好笑地安抚着。雨成冷哼一声，刚想说什么，梁芷安的身影就大咧咧地走进了客厅。哟，雨成也在呢，他故意欠揍地说。果然，雨成刚好看一些的脸色又瞬间黑了。梁芷安，你来就是为了拱火？我扶额无奈地说。不是啊，我来是想看看你恢复的差不多没，再告诉你一些事。他吊儿郎当地说。什么事要你亲自来？我顿时产生了些好奇。这个吗？梁芷安拖长尾音，目光故意在雨成和刚走进来的周周上乱窜，感人的意味十分明显。我哭笑不得，刚想跟他说不必如此，雨成就干脆地拎着周周上楼去了。哟，你这新欢还挺好。梁芷安诧异地说。好了，别贫了，要说什么麻利地说。我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雨成是好，可这不代表了他之后会不用我各种哄。沈周疯了，他们都说他幻想出了一个你，现在待在精神病院的房间中，一整天只和幻想的你说话，其他什么事都不会有回应。
梁芷安看着我的脸色，察觉到我似乎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才继续往下说。他之前还把乔如雪推下了楼，导致她流产了。根据其他人的证词，是因为乔如雪不甘心，想要一些好处。沈周不理他，他气急之下说：“你已经死了。”沈周就瞬间发狂，将他推下楼。我沉默了半晌，才平静地点头：“我知道了。”梁芷安没忍住好奇地问：“我说江晚意，你真的放下了吗？”我往楼上望了一眼，轻轻地笑道：“梁芷安，你应该明白，在我拜托你将我的检查报告伪造成完全不可能治愈的时候，已经决心放下这一切了。而我下定决心的事，从没有改变过，不是吗？”梁芷安也往楼上望了一眼，回想起刚才的雨程，瞬间就明白了我赶课的意思。得，我不在这爱你的演了行吧？真是的，来讲个消息还要被嫌和塞一嘴狗粮，还是我的青青好。他龇牙咧嘴地吐槽着，起身往外走的动作却干脆的不行。我的目光凝聚在了楼梯上往下走的人，耳畔是梁芷安走远前最后的一句话：“总之，江晚意，别再爱错人了。还有，祝你幸福。”我走上前拥抱着雨成，低声在他耳边说：“雨成，我爱你。”雨成瞬间闹了个大红脸，明明害羞，却还是望着我坚定地说：“江晚意，我也像你爱我那样爱你。”我灿烂一笑：“梁芷安，你看，这一回我会无比幸福。”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